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你们的主播秋月。嘿，大家好呀，最近怎么样？我给你们说，最近我迷上了一个游戏，叫做星露谷。英文名呢就是 Stardew Valley。 我对这个游戏简直就是到了着魔的程度。我从去年11月份开始玩的吧，到现在也就3个月的时间。到现在我的游戏时间已经到了130多个小时。可以说我基本上所有的工作之外的时间大半都拿来玩这个游戏了。我还记得1月1日那一天我没有任何的安排，于是那一天我玩这个游戏玩了6-7个小时，实在是太疯狂了。现在我逢人就安利这个游戏，说这个游戏有多么好玩，再加上我买了 Steam Deck， 也就是 Steam 出的游戏手柄，所以玩这个游戏也更加的方便了。当然我还听说星露谷呢有不同的终端，比如说有手机上的，有 iPad， 当然还有 PC 上的。总之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游戏平台你都可以玩，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你并不需要一个特殊的设备来玩这个游戏。当然我真正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那首先呢，自然就是这个游戏里的各种各样的细节。一开始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因为它的美术的风格是像素风，所以给人一种非常复古非常简单的感觉。但是当我逐渐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游戏里边有太多的细节了。这个游戏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农场游戏，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除了在你的农场上种植或者说养动物之外呢，你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和村上的其他的人去发展关系，或者说去洞穴里打怪物等等一些事情。我用2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游戏里的细节非常的丰富吧。一个例子呢，就是和这个游戏里的 NPC 的关系。那在这个游戏里大概有20多个 NPC， 你可以发展和他们的关系。而衡量这个关系的一个标准就是星的数量，也就是说你可以和某一个 NPC 发展10颗星的关系，也可以发展到5颗星的关系。那当你发展到不同的数目的星的时候呢，你会触发不同的剧情。但由于在这个游戏里，说实话20多个人都有不同的过渡的剧情，以及在不同的关系的阶段
你能够触发不同的剧情，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细节丰富的例子了吧。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就想用在农场上的一些事情来说明。那自然在农场上你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在游戏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农场你想作为你的农场的原型。你可以选择海滩的农场，你可以选择森林的农场，你可以选择标准的农场。那根据不同的农场类型，你会有不同的地形特征，随之而来的你适合在这个农场上去种植以及养殖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标准的农场之下呢，你可以选择养动物，你可以选择种很多的农作物。当你选择去种植的农作物的时候呢，每个季节你会有大概10几种农作物可以选择。那这10几种农作物呢，还可以根据你不同的肥料的选择和施肥来产生不同的质量的农作物。而这些农作物的质量也会影响后续你用这些农作物来制造别的东西的质量。比如说你可以用水果来酿造酒，你同样也可以用水果来做果冻以及果汁等等。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条，会让你觉得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会为下一件事情做好基础，然后层层的这样去递进，会给你非常强的成就感以及所谓的爽感，也就是游戏带给你的多巴胺的刺激是覆盖到了这个游戏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我很难用语言去很好的阐述这个游戏的细节的丰富程度，所以如果你没有玩这个游戏的话，我很建议你去试一下。当然别因为玩这个游戏而耽误你的中文学习，对吧？那当然除了细节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值得一提的点就是它的音乐。那提到这个游戏的音乐呢，我们又不得不提这个游戏的作者。这个游戏的作者他的名字呢是叫做 Concerned Ape， 当然这只是一个代名了。Concerned Ape 他原来其实是一个音乐家，我不记得这个名字是什么了，但是由于这个游戏似乎是没有再更新了，所以他就想，为什么我不去做一个类似的游戏，可以让我和其他喜欢这个游戏的人来继续享受呢？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开发者，游戏开发者，花了7年的时间来做这个游戏。那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意味着什么呢？自然他会制作这个游戏里的所有的音乐，还包括这个游戏所有的程序开发、美术的设计游戏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设计等等，就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那自然作为一个音乐家出身的他呢，在这个游戏里的音乐上
自然也是下足了功夫。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音乐，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所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音乐，而这些音乐呢，和你去到的那个场所的氛围是很符合的。总之就是这些音乐呢，不仅仅只是给你了一种这种游戏的氛围，它本身也是好听的。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还会看到关于这个游戏的音乐的巡回演唱会，也就是说这个音乐家也就是 Concerned Ape， 他会让乐团来演奏这个游戏里的音乐，然后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巡回演出。而我听说这样一些演唱会自然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玩这个游戏的人也很多。那说回这个作者的故事，他在开发这个游戏的7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全职，甚至是每个星期花在这个游戏上的时间是超过了所谓40个小时的全职工作的时间来开发的，也就是意味着他其实没有别的收入来源。那我听说的故事呢，是他在这7年之间呢，其实是受到了他女朋友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当他去发表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一下子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说实话，这个游戏的发布时间应该是在2020年之前了，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老游戏。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断的有新的人去下载、去购买这个游戏。但与此同时 Concerned Ape 也是继续的在更新这个游戏。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游戏的地图变得非常的丰富，有很多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探索的地方，虽然我已经花了100多个小时在这个游戏上。那说关于这个游戏就说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一期播客里的语速可能有一些快，有可能是因为我谈到这个游戏有一些激动吧，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去玩这个游戏。就算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说，这个游戏也有一些价值，那就是这个游戏它的默认语言是英文，但是你可以切换为其他的语言，比如说日语，比如说中文等等。而这些能够切换到的语言，我相信并不只是机器翻译，而是真正经过了真人的考核以及反馈的这样一个好的翻译。你从这个游戏的中文名上就可以听出来，那这个游戏的中文名是叫星露谷。星呢就是 star， 露呢就是 dew， 谷就是 valley。 而星露谷本身在中文里，你如果不告诉我说这个游戏原来是英语的游戏，我是没办法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一个外国的游戏和中国的游戏的。也就是说它的翻译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沉浸在游戏里的方式来学习中文的话，你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玩这个游戏的中文版。当然，我认为还是会比较有难度的，尤其是当涉及到这个游戏里的一些物品的名字，比如说某一些矿石的名字呀，或者说某一种农作物的名字之类的。因为我玩的是英文版，然后当我在玩的时候，里边有很多关于农业呀，关于农作物之类的一些词我都不认识，可想而知，对于一个中级的中文学习者而言，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但是我还是很推荐你用这个方式来沉浸式的学习中文的。那关于这个游戏呢，我就说到这里了。我要去玩星露谷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